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独家冠名播出，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本节目由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要当名侦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我没线索了，挺能装啊！我知道了线索，我都告诉你了。再装，继续。我真没有了。你很热吗？我很热，可我没装。低2度。我没说你，我说福克斯猎装版能装。福克斯猎装版，装下生活，无限精彩。福特，劲无止境。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位侦探各自投票，若2次都投对，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上一集，曾经的西图瓦部落子民萨日狼和阿里狼回到了部落，不料却目睹了真首领死在了自己家中，感觉像是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凶手锁定在5人当中，分别是何昭妹、经理、无厘头、熏苦了、陈垫垫。经过第1轮的讨论分析，还有诸多疑团尚未解开。现场留下的痕迹，究竟指向了怎样的岩石手段？这应该是一个机关。机关啊？它应该有一个延时装置。游戏币、激光剑、点火枪从何而来？熏和吴的突发技能从何而来？新的技能。我在外面打猎的时候，被一种我在附近从未见过的野兽袭击了，到现在怪兽到底是什么？羊已经被带走了，把这个羊跟自己又去了哪里？铃铛拴在了一块儿。当我们发现的时候，那根拴铃铛的绳断掉。案件扑朔迷离，根据推理，5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现。刚才我觉得分析的是对的，就是那个机关啊，不是用来杀人的机关。对，所以我觉得时间点就可以往前提很。而且这样的话，我感觉就可以把何昭妹剔除掉，因为如果是他的话，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不在场证明。对，这4个人当中有1个人去作案。对，陈垫垫的他必须要主动去找别人聊天，才能证明你看我没在。被找的那个人是被动的，所以可疑性是大的。是那段时间他是本来想找真才聊一次，他经过了首领的门口，然后在那瞎逛，关键是从12点半逛到4点，3个半小时，他在逛什么？我对刚才熏的表现呀，我觉得他确实有点紧张。感觉他藏了一个很大的秘密。所以到底是什么叛徒？其实动机最强的目前就是金，他干的那个事儿是目前性质最严重的，而且他是非常迫切。
砸的是后脑的话，他应该是熟人，也就是说他没有引起死者的敌意，对他可以把背对向你，就证明他对你是放心的。而吴很有可能，如果他是真的在做发型的过程中，他要是敲击死者的后脑，他是最方便的。好有道理，被自己说服了。我建议咱们别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我来一票给吴。我投勋。好，加油！走。先干嘛？要不要先复活一下案发现场？就这油这块儿哈啊，油，然后把这个石头这么放在上边。原来是这样的，对吧？对。他现在挪到这边来了。真首领，真首领，哎，有人，就是他，就是他。谁呀？真首领，真首领。是他是他，就是他。在饥荒之年，怎么会有吃得这么胖的村民？今天看到壮硕的男人就是他。哦，就是他把金鱼给拖走的。你把我姐姐带去哪儿了？昨天晚上真首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交给我，让我今天念给大家听。真首领在哪呀？真首领已经出远门了。我看看，面朝下躺在这儿了，趴那儿了。真首领，真首领！哇，一派的演技，好棒，好棒！现在我就要念真首领让我念给大家听的东西了。西图瓦部落传位书，我真首领决定死后将部落首领之位传给无厘头。保存火种的办法，其实保存火种的办法和火的用途，都是他教给我的。啊！之前之所以骗大家说火的用途是我发现的，是因为我知道无厘头被人读过，我担心读它的人会更加记录他对火的贡献。无论如何，火的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如果不是无厘头，我们部落今年可能要全军覆没了。除了火，无厘头身上似乎还有很多未知的奇妙技能。我相信以后他能让部落更好。真首领西图瓦21年1月27日。我太感动了，谢谢。吴首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西图瓦部落的首领了。首领好。这，我的天呀！先把这个女人给我拖出去。首领，把她带走了，把她带走了。你别碰我！把她带走了。把这个女人给我拖出去，就是你！我不答应，我要。吴首领，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要给你。还有什么？他还有东西。你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带拿。哦，好的。哇，这个神秘的女人，哎，无厘头，你是不是要跟我们讲一讲你的故事啊？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只能跟大家说，是我教会了她点火，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些的话，我暂时还不能说。但是我有一点可以跟大家保证，就像这个传位书上写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杀他。他拥有这些技能，不管是我告诉他的也好，还是他学会的也好，只要这个村子好，我怎么都行。其实我根本对这个位置一点野心都没有，我也并不在乎。我呸！你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哦，只有你听起来是冠冕堂皇，其他人都觉得我很真诚。真的吗？少说冠冕堂皇的话，我跟你讲，我也觉得是冠冕堂皇。真的不是，这也是冠冕堂皇。只想当王。你是明灯啊。对。你为什么觉得我说的不真诚？太不真诚了。哎，那这封传位书在这儿，那之前发现的那封是啥呀？在这儿。这有个没写完的，淡到没有一点迹象。不是。
这2张它是垫着写的，印过去了，但是被人看到了一部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直接拿这个就好了。也是，他如果杀了他，他不把这个拿出来没有意义啊。而且是我的话，我直接在广场上表演点火不就好了？你们都看出来是我了。搜身，哇，这个身不好搜。我只有一个那个包。他有机关图。机关图哦，跟你说的完全一模一样。这个火盆把上面的石块加热，这个肥肉开始往外冒油，这块石头就会顺着这个坡度砸下来。这说明这个机关是他做的呀。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机关啊？品行不端。侦探。没有以上2个。侦探，我觉得一切的一切，我都觉得有人要陷害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在我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在针对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我身上。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在你身上？我刚刚包里明明现在越安全的人，我就觉得他越可疑。然后我也没有要杀他，然后现在所有的又出现了一个什么传位书，我也并没有想当这个王，我就觉得有人在针对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我身上。4点40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声音。肥肉被烤化需要2个小时。2点40他要点火开始做这个装置。2点40大家在干嘛？2点到4点依然是我自己的私人时间，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2点40他独自睡觉。你也在？那你在干嘛？我在处理私事，但你在独自睡觉。你处理私事不是独自吗？现在焦点在你身上。但是。如果有人已经知道我4点到4点40这个期间，我是必须要做一件事的，他就可以把自己作案的时间定在这2个小时之前。所以他去找他呢，有一定的随机性，因为那时候他在外面闲逛，他不一定找得到他。对，所以他去找他不一定就能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因为万一找不着他，他这计划就落空了。但是他们2个有一个好处是板上钉钉的，无论如何。4点到4点40之间这个时间，他们都是按规定要在一起。会有一大批女同志在一块儿缝兽皮。对。那我们要继续去搜证吧，好不好？肯定还有东西。搜。那我要到无厘头那儿再找找。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身上是为什么。吴首领，啊，他又来了。吴首领，他回来了。杨来了。吴首领，吴首领，好乖呀，你们俩！我要亲手交给吴首领。吴首领亲手交给你。我的天呀，羊也给我是吗？吴首领，不客气，平身。这个羊是我11点50分的时候看到它到处乱窜，跑到一个林子里面，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它逮回来的。11点50的时候。你好棒啊！你是11点50在树林里发现了它是吗？对。我看到他，我就上去抓他，刚刚才抓到，新鲜的。吴首领，这回才5、6点。我顺便还要谢谢你一件事情。啊，谢我什么？就是你今天12点到2点的时候，帮我老婆做了一个新发型，她非常满意。啊，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不客气。那我走了。再见。12点到2点做了个新发型，2点以后他是有时间的。2点到4点我独自在房间里休息，也就是2点40，你还是不能排除你的嫌疑。对，这个我承认。来，现在把他拽哪儿去啊？现在还是放回院子里啊！来，我也要开饭了呢。不敢相信我听到阿里郎说了什么。阿里郎说什么？我们都说赶到院子里，他说又开饭了。我跟你们说，案子没破之前，谁也不许打他的主意。好嘞，给他拴好了。这下面有一根绳子。啊？对，他的为什么是架高的呀？它就是下面有空档，这一定还有其他东西。什么响？哎，这什么声音啊？哎，这什么声音？这肯定不对。
那一直有个什么汪汪汪的声音，就是羊，这羊叫，就是羊在叫。什么呀？手机，手机震动吗？啊，在这儿啊，这儿，你摸这根对讲机啊！我的天呀！一个 M 众人啊，一个麦克风。是谁在抢走我的麦克风？看，莎莎，这是个震动器。什么东西啊？震动器，这是个震动。怎么听起来有点奇怪？有刺。什么？是长得帅的人能看吗？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说话要负责任啊！你是侦探。曲项向天歌。疑是地上霜，这还接上了咱俩。这什么呀？这是我的一个追踪器。真实身份。就说明我要找的那个东西就在这附近。你要找啥东西啊？你不会是找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吧？那你找到了。那可是你刚才一直就在这儿，他为什么才震？他为什么才震？羊哦。羊肚子里看看羊肚子里，把羊那个飞狗头听呐。嘘。把这个板再翻开，把这个完全拿开，把这块完全给我以铲为平地。上！证明你不是凶手的时候到了。抹油啊，什么都抹油啊！不是，那篮板吧？拆房子了，这位大姐。那是篮板。这地基都挖出来了。哦，这里有块石头是有个空间的。啊！音箱 M 对 M 不一样啊，这个 M 跟这个 M 不一样。有一个画圈，是不是把 M 扭一下？哦，不是这样。把那个得一起做，得一起。我们的星球已没有曾经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的头，别等到10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你，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让谁解开缠绕万年的寂寞。啥也没有。我们一帮傻子跟着你看天，我还看地呢。啊！我们要被毁灭了。什么情况？上车。大。力量来了！力量来了！
飞船来接我们了！外星人来了！飞船来接我们了！我的天哪！哇！这什么呀？我居然好感动啊！我来接我们回去了！什么鬼？怎么会这样？哎，这一季可以了，太可爱了！今天这一季我喜欢。需识别主人。识别主人，谁是主人？应该是你，大勋。辛苦了。仨。已识别主人。M 星小飞船开门。已识别主人，你呀。哇，你看他好熟悉啊！主人，我们能上去吗？可以。主人，可以来看看。勋爷，走，带你们穿梭千年，能不能兜一兜风啊？家伙，我还得回我部落打个招呼，不能就这么走啊！家里人还不知道呢。万能翻译器启动后可自动识别本机器所在区域的语言，实现当地语言与 M 星语言的实时翻译。M 星语言，随时随地的帮助 M 星人无障碍交流。此外，本机器还能将 M 星文字转化为当地语言，打开光波对准文字即可实时翻译。哦。用于定位盲盒，当定位仪处于盲盒1公里范围内，会感应到盲盒的信号开始震动。这底下还有盲盒定位仪。你看我说了吧，就是我用来定位的嘛。你要找盲盒，盲盒在哪儿？当定位仪处于盲盒1公里范围内，会感应到。但说明在1公里之内。1公里之内还有一个盲盒，我们没有打。是这个盒吧？哇！你看这里，再来拍一下，来快！便携神奇打印机。说明书对某对象进行扫描后，即可对另外的指定对象进行形象覆盖。覆盖完成后，裸眼看上去，指定对象和被扫描对象的外表几乎完全一致。每个扫描对象对应一台机器，它扫印了。辛苦了。你是外星人？对啊，我是外星人。你是未来人？我是 M 星人。那个无能的辛苦了呢？他被野兽杀死了，然后我看见他了，我扫描了他，然后我就来到这儿了，我给复制了他。侦探，我这里有个钥匙，我去打那边的抽屉。好，我是假的。怕了吧？这种东西见过吗？快逃！跟我俩一天呜呜喧喧的，一天到晚跟我5米3刀的。5米3刀。报告侦探，5米个什么3刀？怎么了？找你呢，往里去，往里走。啊，吃芒果仔。哦，晨晨，扫描一下他的身份。对，你牛了。芒果仔，你居然认得芒果仔，你太可爱了。你太牛了，这不是一模一样吗？紫光灯，紫光灯，那个灯，打印笔，在我自己手里，在我自己手里。紫光笔，打印灯。对不起。大家都有点慌了，大家看到这个飞船之后。M 科技公司首席科学家 DX 大勋，他长这样。对啊，他把自己覆盖了。你就是芒果仔，你就是怪我。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方块块，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Reno 5 Plus。哦，哇，是它的联络工具啊。以下页面已根据区域语言实时翻译。重要的日子在薪水的 Seoul 广场打卡。在浩瀚的宇宙中 ，M 星绝对是最发达的文明。科技占据了 M 星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想到今年，也就是 M 星4444年，这里的资源竟然枯竭了。但是没关系，我集合了所有上等人的智慧，研究出了盲盒。它里面装载了被折叠的现代 M 星城市和所有高科技。无论我们将来在哪个星球，都可以一键重建 M 星。这样，我们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 M 星人就可以继续过高科技生活了。但是盲盒的启动需要30天的加载时间，且它不能连续120个小时处于强酸的环境当中，否则就会被融化。明天，我们 M 星全体4444个人就要登上 M 号宇宙飞船，寻找下一个家园。休眠的日子不知道多久，总之，寻求到了合适的地方，飞船就会把我们唤醒。今天，大家就好好和 M 星告别吧。图片上面有一个盲盒的样子，它长得就是一个黑白相间的、有带翅膀的芒果仔的样子。我现在严重怀疑我们杨咩咩把这个盲盒吃掉了。然后它肚肚里面因为有胃酸，这里还有一个钥匙，朋友们，还有一个钥匙。哦，这里好多东东哦。首先有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一男一女2个人，他们都是盲星人。动感光棍说明书。啊，就那个棒子，你那个计数那个。哎，对。动感光棍，仅此一个。使用效果：开启后，动感光棍会散发夺目的光芒，光芒所到之处能击穿10米以内的任何东西。此棍儿只能在白天使用，夜晚将丧失功能。哦，怪不得。MG 第一医院，不是没毛病医生吧？冷冻舱休眠协议，患者 DXMM，性别女，年龄45。患者大勋妈妈已被我院确诊为89757号罕见病。由于目前医学上尚未有治愈方法，经与家属商议决定，自4439，也就是5年前5月26日起，将患者放入冷冻舱休眠。患者休眠期间，患者家属可随时联系院方，将其唤醒。主治医生 MMB， 就是没毛病。患者家属签名 DX。这是什么？这是罕见病自动治疗仪。因为你是首席科学家，你要治你妈妈。罕见病自动治疗仪研究报告。已完成自动治疗仪程序编写，即将进入自动治疗仪测试阶段。勋，说一下你的故事吧。你是 M 星人，我 M 星人，我们 M 星那个资源枯竭了。然后呢，你看我治我妈妈的机器已经研究差不多了，但是因为资源枯竭了，所以我现在只能暂时把它冻起来。啊，我们 M 星人的标记是什么呢？有犄角和尾巴。然后男的呢，就是尾巴上没有蝴蝶结，女的我没有犄角，因为我现在已经被3D 打印了，打印成这个辛苦了的样子了。我妈妈现在被冻住了，她在休眠，然后我不对，她已经出来了。没有。他看到的那个就是你妈妈。我那个画上面为什么有个蝴蝶结呢？那天我说，就是我妈妈被冻住了，因为我这个治疗仪还没研究好。我希望我们这个星球能在这个地球，因为那个飞船呢，1万年以后，然后找到了地球这个资源，然后其实我的盲盒呢，待30天之后它就可以重启，然后呢就可能把这个世界覆盖，就让我们这个星球直接就变成了。就让地球直接变成下一个 M 星球，你们就可以移民到这儿了。移民到这儿了，然后呢，它必须要待30天才能启动完。是1月25号的中午，我发现盲盒不见了，也就是3天前。然后我就来找这个吗？盲盒的启动需要30天，120个小时是5天。5天。我现在已经来3天了，这是第4天，明天是第5天。羊是24号出现在了这儿，所以25号、26、27、28，马上到明天
再不把这个盲盒找到，他们这个星球的殖民计划就泡汤了。你为什么强调他遇到的那个猛兽不是你的妈妈？不是你妈妈，因为这是我的小飞船，我们还有个大飞船，母船，我们还有个母船。我发现我们那儿少了一个人，叛徒啊！他拿走，因为我们那个母船其实人类是进不去的，因为它是非常高科技的。然后就有一个人跑了出来，拿了盲盒跑了出来，然后做了一个飞船。我明白了，你怀疑他跟你一样，用这个飞船复制了打印了一个当地的人，就是这儿的人。对，我一开始一直在怀疑真首领，因为我三天前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一直就拿我这个探测仪啊，我就来找看哪儿震。最后我有个照片是我确定了一个叉，最后确定到了是真首领的家，所以我一直觉得是真首领他拿着盲盒。我是今天上午10点钟确定的，所以我11点半的时候去找他谈。但是玩了这个游戏之后，你发现真首领是看说明书学会的用火，所以他就肯定不是真首领，是有别人教他的。用火不是他教的吗？是我教会了他点火，突然间就会做头发了。他一下把你从体力型人才变成了技术型人才，所以他就是我们 M 星球的那个叛徒。他就是。那我要到无厘头那儿再找找，因为他的身世很奇怪。我们不会刚一出去，你把飞船就开跑了吧？你把钥匙拔了吗？别跑啊，别跑，把飞船那个电池给我抠出来。你懂得还挺多。为什么要背叛 M 星球？那个玩意儿亮红光是啥呀？哪亮红光了？这不是亮红光了吗？哦，孩子，我来，就直接把这层拽掉了啊！软性手，这有吗？有。盲盒。哦，酷，盲盒，小心，不是盲盒。另外一个打印机，你看他的打印机。他扫描了倒在地上的无厘头，旁边放了毒苹果。上面还有东西，在那边那边有个白的。哦吼，这一本慢慢扫吧。我去拿那个扫的东西。这是一堂阅读课吗？我们这是个翻译阅读。M 星球的等级划分标准 ，M 星球居民等级划分标准如下。经检测智商大于等于120的居民为上等人，经检测智商小于120的居民为下等人。我是上等人。上等人及下等人生活标准如下：上等人，高档优质的衣服，宽敞舒适的住所，丰富营养的食物，最好的工作岗位，百变大侦探会员玩家。下等人，统一粗布制服。多人群居大通铺，随机分配简餐，体力劳动岗位，百变大侦探普通玩家，新生儿智商检测报告，刚生下来就被划分为上下等了。测试人 WX， 无心，智商测试结果119，就差一点，就差1分，差一口气。命运就是建议下载百变大侦探 APP， 多玩剧本，锻炼逻辑思维能力。高智商的都在玩百变大侦探，不光被评为下等人，还要担负广告的植入。然后看到了他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然后在一个比较脏乱差的环境生活的感觉啊。接下来他了解了这个计划，拍了一份我们说的 M 星要复制到这个地球的计划。地球报告：经过1万年的漂泊 ，M 号宇宙飞船终于寻找到了适合 M 星人生活的星球——地球。现已安全降落，全体 M 星人可以结束休眠。根据初步的勘测，地球生存着一种能独立思考、直立行走的生物，称之为地球人。他们为群居生物，目前是女尊男卑的母系氏族社会。他做了一些资料的整理收集。所以因为他是下等人，他不想要 M 星重启。
智商看起来比他高多了，是不是？这不公平。为什么无论社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都要分等级呢？这是我们 M 星的规矩，不允许你这样的人说插话。什么时候能有真正的自由？他自己写的。不，我不愿继续做下等人了，我要阻止盲盒的启动。西图瓦，21年1月24日晚。1月24号晚上，那就是羊出现的那天晚上。我确实是 M 星球的下等人。然后呢，经过了我们星球的资源不够之后，我就跟大家一起登上了飞船，然后就跟他一样，就睡呀睡呀，终于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时候醒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辈子都在过下等人的生活，我要体验一下这里人的生活，我就跑了出来。正好跑到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叫无厘头的女人已经被一个毒苹果毒死了，我就用我的打印机把她的身份扫描了，所以你们看我就跟她一样。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在房间里点火，因为这里很冷。可是点的时候呢，这个真首领就看到了，他就几乎问我说：“你怎么会这些东西？”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点火的所有本领交给了他，并把我那个点火器也给了他。结果我发现第二天我出来的时候，他就跟全村的人就在普及这个点火的知识，然后大家都更加的崇拜他。但其实这些对我来说真的也没所谓。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印证了为什么我讲说我不可能因为一封传位书去谋杀他的原因。所以我也真的是他很好的朋友。你这哎，高等级啊！你等重启了以后，这儿变成 M 星，你再随心所欲，好不好？现在你还是我们的智商是挺高的，你现在还是我们的宠物，行吗？你现在还归人类管。所以呢，我就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大家对我都很好，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这种生活和温暖。我就决定我要把盲盒偷出来，我不能让它启动。但是偷出来的原因就是只有一个方法，它要在强酸的环境里。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动物的胃是有强酸的环境的，所以在24号晚上的时候，我就潜回到了我们那个基地，我就把盲盒偷了出来。我坐着我自己的小飞船，我去偷的。偷完之后呢，我在我的飞船里往下边一看，嘿，一个男的拎着一头羊，正好在下边溜达。我就说那正好就省着我去抓羊的时间了。为什么不连我一块儿偷？没看上。然后我就用盲盒把这个男的敲晕了。你吃这一鳖干啥？你说你真的是，你的审美没有问题。他接着呢？我把这个男的敲晕之后，这羊就归我了。用你敲晕。我又引导这个羊把我们那个盲盒给吃了。我接下来呢就把这个羊领到了我自己家里，我想自己养着它，因为这样我才安心。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25号早上羊不见了。我不知道这个羊去哪里了。然后后来的3天我就一直在找羊。我又要摘果子，又要给别人做头发，还要找羊，我真的是精疲力尽。但我又觉得这里的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吃的。所以在今天早上10点半的时候，我去找首领干嘛？我是教他怎么去种植那个果子，智慧果。对，我想让他学会这个技术，这样这里的人就不用到冬天的时候就没有东西吃。但是教的同时，我突然间发现外面就是那只羊在那里，然后他就跟我说，今天晚上有大好事，要把这个羊杀了让大家吃。但我就觉得真的不行，我就说你能不能不要杀他？所以他牺牲一个首领救所有地球的人，把首领杀了，这就错了。我为什么要杀首领？我跟首领没有仇，我的目标是羊。不，你的目标是让首领今天晚上8点不能杀掉羊，对，因为羊一旦杀掉，盲盒就会被露出来，盲盒一旦露出来，你的计划就泡汤了。但我的想法，我们理解，我们真的。但我的想法只是说，在晚上6点天黑之后，我把羊牵走。但是他不是说了吗？8点就要杀掉这个羊。没有，你6点钟。我想把羊偷走呀。所以你不用杀人。我为什么要杀他？所以我说我没有动机，我真的没有想杀他。那请问这个羊是自己跑的吗？还是有人把它放了呢？我不知道。今天羊为什么跑掉了？40分是谁看到羊躲在那儿的？是你看到？我看到的。你是在哪儿看到羊？最开始看到羊？那天晚上我是
听着顺着声音找，然后发现了这个无厘头他们家有羊，我就把羊顺手给牵出去了。所以你俩合上了，不是？然后50分那个帮助我们的人抓到了，所以他10分钟里面是你放的吗？不是我放的。那谁放啊？要不要继续搜证呢？继续搜证，走吧。我们来看一下吧，这羊到底怎么走的呀？被割断了绳子，感觉像。你看，不会是这个石头磨？哎，这儿哪个？这石头磨断的，就用这个磨断的。它有可能自己磨的。它有可能就是在这儿，你看，嘎啦嘎啦嘎啦，是不是它就断了呢？他把石头竖起来，因为羊要走来走去的，羊要吃草要干嘛，他就自己磨着就断了。你说是有人为的，还是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他把石头早的竖起来，就是差不多11点40，刚好那会儿磨断了。谁能算羊什么时候能把绳子磨断呀？这应该就是只是一个意外吧。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如果11点40之后铃铛不响了，为什么首领没有发现这个事儿？你是11点40见到那个壮男人见到首领让一个壮硕的男人把金鱼带走的，他那会儿还活着呢。不是，咱们先确定一下时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凶手作案的时间。11点40之后，铃铛不响了，为什么首领没有发现这个事儿？11点40见到首领让一个壮硕的男人把金鱼带走的。这个羊是我11点50分的时候看到它到处乱窜。11点50的时候，首领已经死了。时间就是40到50之间，杀人嘛，是吧？不对，那这个也就是说，他11点40把人杀了，然后2点40再过来做个机关，对，4点40，机关启动，再把机关启动，再把我们所有人吸引过来，对的。为什么他要那么麻烦？为什么他要那么麻烦？他11点40把人杀了，直接做个机关，因为2点40把人叫过来，因为他只有4点多钟的时候，他才有大家在一起的证明。我去1对1，1对1。你想叫谁？你就第一个吧。好。1对1审问，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我挺想不通的是，羊走了，跟他作案有什么关系？我更倾向于羊是自己走的，就石头有点尖，他在那儿动来动去磨，他就跑了。因为凶手没有必要把羊放走。如果想要让首领更加在一个安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凶手应该保证羊在那儿，叮铃叮铃响，他才会安心的待在自己屋里。如果他把羊放走了，他又没杀掉首领，首领跑出来了，看到羊不在，他不能在一个室内去杀掉首领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点，如果他已经杀掉了首领，他还把羊放走干嘛呢？所以这件事情肯定跟凶手无关，我觉得只是一个意外。羊走，我觉得反而排除了2个外星人。因为2个外星人都是在乎羊肚子里的那个机器，他们是不会随便把羊的绳子割断以后让它随便到处乱跑。这里面唯一想让羊跑或者能够说得通的唯一一个人就是无厘头，他让羊跑了之后，盲盒就不见了。但是因为这是饥荒之年，羊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会被杀掉，抓到以后只要一杀掉，就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所以他不希望羊处在失控的状态。对。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2个 M 星人他们更多的目标是在于羊，不是在于首领，所以我比较不去怀疑这2个。那另外2个，我觉得从陈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比较明显的点是他自己去找的勋，对，制造了一个4点钟，我旁边有人相陪伴，我找他聊天，这么一个时间线，而这个时间线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刻意。这样就保证
4点40发生动静的时候，我身边是有人的。我会在金跟尘之间比较怀疑。我的杀机其实是这里面最弱的。我就是想把我这个棍子要回来，然后呢，我11点1刻去要的时候，被他骂走了，说我就是胡闹、无理取闹什么的，我就非常生气，因为我只是亲眼见过这个棍子的功力的，所以我想把棍子拿回来。那个币也没人说是吗？没有，一个50，一个100。叫勋吧。好，勋。你的动机是什么？我的杀人动机是，我一开始不是确定了盲盒就在这个真首领家吗？然后我11点半来了找他，就是想来这屋找我的盲盒。其实，然后呢，我看到了那个电打火机，我就更觉得，他一定就是那个叛徒了，对吧？然后他跟我说完话之后，我就走了。他跟你说什么？就是你留在这儿的只有无能。对，然后我就走了。其实12点半的时候，我想过来杀他来着，因为我觉得盲盒就肯定在他那儿，我起码得逼他。然后当我12点半来的时候呢，我还是拿着我那探测仪来，然后他到这儿他不震了，盲盒没了。你11点半来找他的时候，那个还在震。对，我12点半来的时候就不在了。所以你就没进去，我就去开始找了，我就开始四处去找魔盒去了。因为其实他在哪儿不重要，魔盒最重要。但是我不知道在羊肚子里之前，我还不知道魔盒在哪儿，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要杀他的意思，肯定不是我。那你有什么怀疑的吗？我还更怀疑无厘头。你觉得他有动机吗？他直到现在为止都说他没有动机。但他杀他是为了保羊呢？是可能想要当这个上等人，还是怎么着？然后他不让我们这个星球重启的，他在这儿他想做王，对吧？但中间他是怎么操作的，咱也不太知道。那金杀人的目的就是一开始他就一直想要当王，对吧？就现在这个事儿要败露了，晚上7点就要审判他了，他7点之前必须干这个事儿。哦，对，还有那根光棍，那根光棍是你带出的，是我丢的那个光棍，他确实是捡着了。我到这儿之后，我不是3天吗？我第1天很饿，我就拿它出去打猎。然后有一天我晚上出去的时候呢，它就天黑了，就不好使了。不好使了之后呢，这东西就丢了。那几个币呢？许愿池里的币，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再找找看，先找。哦，你看，什么新的吗？啊，我在这里面找到一个东西。哇！一定要远离火保存，不然4个小时就会被融化。这上面还有东西哎。对。能闻一下是啥吗？油。哦，还真是哎。因为火保存，不然4个小时就……那不就是这个玩意儿吗？4个小时就会被融化，可是他说的是4个小时，那是2个小时。就是还是延时计划？不是，我知道了。这个写的那个是迷惑我们的，就是4个小时，不是2个小时。而且他放在你的兜里，就是要给我们看，让我们以为作案的时间是2点40，但事实上是4个小时。明白了，明白了。哦，那意思说那个计划书也是假的喽？对。侦探，有新的发现。有些在死者房间捆在柱子上的麻绳里面，放了一块这个，闻一下，熟悉吗？这个味道？
这不是油吗？对，就是那坨油。我觉得这是包那坨油的包装。它上面真手里说了，一定要远离火保存，不然4个小时就会融化。记不记得我们拿到的那个机关写2个小时，那是假时间。他让我们以为是2点40做的机关，4点40被触发，事实上要4个小时，就是12点40做的这个机关。无厘头应该被排除了。无厘头12点到2点剪头发是不重要的壮男作证的。就是你今天12点到2点的时候帮我老婆做了一个新发型，她非常满意。啊，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它是个真实信息。有人要陷害他，不只是陷害他，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是要误导我们所有人。对。好，下面无厘头，我在。哎。我来了。还要个啥？交代为什么？我交代什么？你刚才地球人对你那么好，现在不是有新证明了吗？我就先入为主。真的不是我为什么要杀他呀？但我有一个思路想提供给2位侦探，就是不是有人栽赃我吗？哦，那是谁放到我的包里的呢？是不是这一天有时间接触过我的人？那不然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的包里呢？这不会买东西了吧？这啥呀？这是啥？是你栽赃的，是不是？是你栽赃的吗？啥呀？这是不是刚才那个栽赃的那个纸皮子的另一半是吗？我去拿一下。哎，栽赃的纸皮子给我们一下。咋了？又干嘛了？我勒个亲娘嘞！啥嘞？哟，你装你就装！你看，对上了吗？对上了。开门。什么跟什么对上了？这个栽赃的纸皮子对上了。什么？这个皮在哪？这个皮子你问翻。你弄啥嘞？就他门口那个树的那个。你是不是我男人了呀？你咋胳膊就往外拐呢？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你不但要毒死我，你还栽赃我。直接换人，你出去吧，出去吧，讲完了，出去吧，不重要。我没有分析完呢，我要提供线索。但是这部分我们也想听。关门啊！这部分让他先说一下。哎。是这样的，我那天10点回家睡觉，我实在太饿，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12点半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甄守领已经知道我和我姐姐的事情，然后我想怎么办？普通话说。怎么办？我一个箭步冲到了首领家里，然后呢，我发现大木雕不见了。我推开门一看，我首先看到了那个就是那个指头印上去了啊！无厘头要做那个首领继任了，怎么办？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原件。我翻，我翻不到啊！我没有翻到那个原件，但是我看到了甄守领的尸体，他已经死了。什么时间？12点32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原件一定是被某些人拿走了，我拿不到原件，我只能让他道德败坏。所以在短短10分钟之内，注意是10分钟，我就想出了这个绝妙的计划。这个是你想的？对，我本来是想把大木雕直接就放到你家去。那个计划更绝妙啊！不是，你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呢？你让他拿在手里多好。但是那个12点40分，他有人证啊，我只能想起了我猛烈的、聪明的我想起了他在2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是空置的，他自己睡觉的时间啊，对，我就看到那个肥肉融化4小时，我就直接做了那个装置，在4点40分的时候，那个石头正好倒下来，那个时候就是假装了你有一个不在场证明，于是我就把这个装置4小时改成了2小时，在你没有不在场证明的时候，因为如果4小时会有人证明他在剪头发，那你什么时候把它放到我包里的？缝兽皮的时候。天衣无缝。那所以谁能证明你说的12点35的时候你到了，他已经死了？
没有人的证。谁能证明？所以我一直在猛烈的找凶手，你不觉得我特别的急迫吗？我觉得你一直在迫切的往外撇，你现在就把前一段说的话全推翻了呀。这就证明无厘头又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如果做延时装置和凶手不是同一个人的话，无厘头是有可能的。怎么又到我这儿了？就是不一定啊，他也不一定。 他有可能同样也是做延时装置和杀人的人，因为他可以撒谎，他杀掉他之后做了这个，对吧？都有可能了。要么他在说谎，人也是他杀的，对，延时装置也是他做的，对，只不过他把这一环节给认了，说我是为了陷害别人，对。先出来吧。你这个女人，你太兴奋了，你先出来吧。女人，我太兴奋了，太精彩了这一案。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说，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没有杀人，但是他想利用这个杀人现场，去搞臭一个人。对。我们顺一下他的逻辑有没有漏洞啊？他看到人死了，传位书说是要传给你。 对，所以他急了，疯了，说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让你道德败坏。对于是呢，他想了一个主意，利用杀人现场去制作一个装置，就是证明我很做作，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不在场证明，这是他的意思。但是刚才何昭妹说的一句话也有道理，就如果真的是这样，做机关的人不是凶手，那你们又都回来了。所以我说这分析动机啊。 只有他想当领导呀。M 星球的那几个 B， 什么？我不知道那什么。请换陈。OK。你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就是要把羊给留下，要发展我的畜牧业。许愿池里那2个币是你投的吗？不是，真不是我，绝对不是我。那个币你也不知道，勋也不知道。一个 M 星的人在许愿池里许愿，对，那他的智商肯定没有达到120。帮我们叫经理。哦，行。经理。 啊，到我了，我赶紧跟大侦探表白一下，剖析我，真不是我，真不是我。你怀疑谁？陈天点。为什么怀疑陈天点？因为我觉得死亡时间是40分到50分，他看到了。 他躲在篱笆外面，看到了首领呢交接了这个传位书，他很爱我，他是为了我都能把鱼藏起来的人，所以呢，他知道我毕生的愿望就破灭了。但首领把传位书交给那个壮男人的时候，并没有念上面的内容啊，他怎么知道那是一封传位书呢？要不说你聪明啊，跟我聪不聪明有什么关系？你一下瓦解了我刚刚所有的推理啊！而且，就算他看到是个传位书，因为原件他交给了那个胖男人，所以他应该杀掉的是吴。他只要杀了吴，这个传位书就无效了，因为继承人不在了，女王就得重新考虑。所以，无论从哪个点出发，他都不一定会杀女王。 陈他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如果他不知道那份是传位书的话，因为他现在是生孩子最多的，如果他现在把他杀了，女王就自然而然到他头上去。对呀。所以陈的动机就是为了保卫他的爱情。对。而你的动机就是保住你的地位，和你们曾经撒过的谎。所以现在你跟点点确实是属于动机最强烈的2个人。 慢着，法官，你听我说，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推断，如果我做了这么多错事，我这么明显是凶手，而我现在如此松弛，
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凶手心理素质如此之高？那是反社会人格。我只希望你把舌头放松。我不可能有这样高超的演技和如此淡定的心理素质。什么样的凶手做了如此罪大恶极的犯罪？那一定是慌张的，而我泰然处之。我说完了，你爱信不信，开门。在你进来的时候，我们为了测试你是否紧张，我们在你的椅子上放了2枚图钉，你完全没察觉。请现在把它摘下来，还说自己淡定，做了2枚图钉在上面，都根本没察觉。你爱信不信？紧张成什么样你？阿里浪，你爱信不信？他扔这2枚是什么意思呢？也不是你扔的，不是我扔的，而且这是啥？这个是我们那儿的货币，是你们的货币是吗？我们星球的货币。这俩是谁的？这我真不知道，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真不知道，我刚才已经招了在里面，我说我真不知道。这2个东西到底干嘛用的？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要隐瞒这个？集中讨论吧。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疑问，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是1万年前的 M 星，我们这里的文明也曾经高度发达。M 星球曾经就在这个星球上建立过文明，所以这个星球就是1万年后的 M 星球。因为我们坐的那个飞船是自动寻路，它自己寻找一个能让我们能就回家了，存活下的地方，结果转了一圈，1万年以后又回到了原点。1万年当中，这个星球恢复了生机，有了新的生物，有了新的社会。它代表的是一种文明的这个轮回和起起落落。总之与本案无关。我们还是找凶手吧，来找凶手吧。我想请问一下大家，羊是自己跑的，对不对？就它咬那个绳子咬断的吗？不是咬，它是磨断的。首先，我们应该会比较认同，不管哪一边是凶手，跟羊有关系的和跟羊没关系的，都不会把羊放了，对不对？跟羊没有关系的人根本不会管这只羊，跟羊有关系的人一定要把这个羊控制起来，比如说要么带走，要么自己藏起来。他一定不会把羊放到外面去。所以这只羊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自己跑的。羊跑的时间就是告诉我们，羊跑的那一瞬间，人已经死了。羊就是个时间点，因为羊跑直接导致的是铃铛不响，但铃铛不响没有导致首领有任何的警觉，证明首领在那个时间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也就是说，首领肯定是11点40到11点50之间死的。其实现在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时间线。对，那我们把跟真有关系的时间线再说一下。我去见的10点半到11点。你这半个小时在干嘛？就教他种那个土啊，跟他商量，让他别杀羊。跟他商量了。我问他了，他告诉我说晚上要吃嘛，然后就说你别吃嘛，他就说大家太饿了。也就是说你劝他别杀羊，但他没答应你。对他没有答应我。哦。最后也没有个什么结果，我就回来了。你出来的时候羊都还在，对不对？在。然后11点1刻的时候我去了，我跟他要棍子，他不给我，还把我骂出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接下来是谁？我11点半，我去见他了。我本来是要找我的那个盲盒，然后他跟我说你这个无能，然后我就走了。过一会儿，好，下面谁？11点40，我去喂羊嘛，然后喂羊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有一个铃铛拴在屋里了？然后我就透过那个栅栏一看，哎。真首领和一个壮硕的男子在外面给一个人已经套好了那个兽皮的口袋，
然后我也没看清那个人是男是女，然后他就说你把他带走吧，然后那个壮硕的男人就把他带走了，然后真首领就回去了，然后我就赶紧跑了，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把羊带走，因为带走的话铃铛就不会响了，然后我就想等到天黑，没人能看见的时候再说吧。后面一个时间点就是11点50，不重要的壮硕男子在我们部落外的树林发现了自己跑出去的羊。再下一个时间线是12点半，我12点半想要去那个首领找首领，然后把他杀了，找我的盲盒。然后结果我刚走到那个附近，我就发现我那个定位器已经不再震动了，然后我就觉得坏了，盲盒原来现在不在这儿了，那盲盒在哪儿呢？我就开始找盲盒了，一直找到4点。与此同时，12点半的时候，我睡觉醒来发现门口盯着一个瘦皮信，说你今天晚上7点到广场接受审讯。我接到了通知，2分钟之内我走到了首领家门口。12点32分，我发现门开着，走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有着模模糊糊字迹的说首领之位已经传给了无厘头。我气急败坏，整个翻箱倒柜，我要找出原件来，然后把它撕毁。结果找不着，我只能找到首领的尸体。我想，哎，首领已经死了，这个原件被拿走了，那你就会继承他的首领之位。那如果让你不继承的话，就是你道德败坏。我怎么让你道德败坏？那就是嫁祸首领是你杀的。我本来想把这个大木雕立刻就是藏到你家去，但是因为他的时间表全贴在他家门口，我想到12点到2点这个时间他在做头发，你有时间证人证明这段时间不是你杀的。但是我想到嫁祸你在那段没有人证明的独自睡觉的时间你杀他的。然后我发现了一块肥油，肥油的融化时间是4个小时，然后我就做了这个装置，因为我要利用这个装置假装是你在做不在场证明，所以案发时间就是4点40，那就是一个你有不在场证明的时间。然后我再把这个肥油的融化时间改成2个小时，这样做成是你在那段没有人证明的独自睡觉的时间，你做的这个装置证明2个小时之后，你在这儿有不在场证明。对。然后我在缝兽皮的时候，把这堆东西塞到了他包里。请问那个包邮的那个皮什么时候绑到绳子里的？我这段时间我只用了10分钟，12点40，我把这些事情全部处理完。就你的意思是你在真首领家干的一共有3件事儿，一个是找原件，第2个是做装置，是第3把真实的4个小时的这个说明把它缝到墙里面，让别人不发现，对吧？是。你10分钟发现人死，又要找那个原件，然后又要安装置，然后又要藏那个书，10分钟。对。Are you sure？ 10分钟做这3件事情已经很匆忙了，我不可能再杀人。我觉得金他有一点可以排除掉的原因是他的那个作案的时间和他后来设置那个机关中间差了一段时间。如果是他做的这个案，然后他再要回去再做一个延时，其实他风险是很大的。换句话讲，如果他自己11点50杀完人，他应该先把门关上，确保他去做机关这段时间不会有人进去。对，他如果把门敞着，中间被人发现，那他再去做机关，没有意义了。对。金，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走的时候关门了吗？关门了，窗是我那个做的，我自己也是从窗户走的。你把门关上，然后从窗户翻出去了。对。因为我要防止后面的人进首领的房间，首领的房门只要关着，就没有人可以进去，这是我们的规则。
那如果他说的是实话的话，前面那个凶手为什么不关门？那其实很有可能他完全不在意这个事情。凶手如果不关门，证明他完全不在意首领被人家发现。对，因为只要门开着，任何人都可以进去找首领。只要一进去，尸体就会发现，而且他不做任何装置，也不做任何延时。谁会这么坦荡？对，也就是说，杀完人之后的任何时间被发现，都无所谓。谁会有这种心态？我觉得新的可能还是有，因为如果是他杀了人，他不用在乎自己留不留下来，去面对这个杀人案件的婆婆，因为只要他找到了杨，找到了他的 M 星的重启器，明天 M 星就可以重启。所以他不在乎门开不开，他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发现这个首领的尸体。而且勋还有一个动机，就是觉得村长是个叛徒。这个我觉得足以让他想要杀掉他，因为他延误了他妈妈的治疗。而且他说他看到了点火器，他更确认他是叛徒。对。他的目的不是杀人，他的目的是要找盲盒。对。他说他是叛徒的原因是基于他觉得盲盒是被他偷出来的，他更重要的是要找盲盒。我本来是要找我的盲盒，然后结果我走到这儿了，这个魔盒这个东西不震了，然后我就觉得坏了，盲盒原来现在不在这儿了，然后我就走了。过一会儿，对，所以如果他发现盲盒不在这个里面，他杀人没有意义。那照你这么说，应该是无厘头，因为他不能让杨被别人发现呀。你 care 杨？我 care 非常。所以你要踏踏实实在地球上生活下去，肯定是要去找杨的。杨不见了，你来不及去在现场做任何的布置，赶紧冲出去找杨。哦，我知道真凶肯定不是无厘头，因为12点到2点这个时间他在做头发。对呀，我剪头发去了呀，你忘了那个壮汉说的。如果是他的话，他11点50把人杀了，他要去找这个杨，然后他12点钟跑去给人剪头发。我觉得凶手比较会在不管杨的这一派的人手里。电电和无厘头是在乎杨的，你们3个是不在乎杨的。我们3个是不在乎杨的，但他呢不在乎真首领，他在乎盲盒，他是奔着盲盒去的。所以我觉得他根本不管盲盒在哪，先杀了人，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所以呢，我比较倾向于是金。你呢？第一个，我跟这个杨没有什么关系。另外一点呢，我其实就是想要回我这根棍子。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他是找这根棍子的话，他把人杀了，他就不知道棍子在哪。不是，我至少应该翻一下吧？他没有翻到棍子。我想问一下经理，你比较怀疑谁？为什么？我现在比较怀疑陈电电，因为我觉得见过死者前和死者后的人最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你，你本来想把羊给偷走的，你抱着往外走，才正好撞见了在门口刚说完话的首领。首领说：“你给我进来。”然后你就进去了。羊一放，门为什么没关呢？因为羊啪逃出去了。你杀完人之后就追羊了，门也没来得及关。那首领能把我死了？首领已经被你砸死了。你放下羊砸首领，嘿嘿嘿，羊呢？不见了啊！开门出去一追，啪，什么都不管了。你还记不记得，只有陈是看到那个铃铛了？对，而且只有他知道那个铃铛是和杨拴在一起。对，其他人不知道这个事儿。
所以如果他是凶手的话，他杀人的那个时候铃铛突然不响了，他想坏了，羊跑了，所以他来不及去在现场做任何的布置，赶紧冲出去找羊。这个时间点是从12点到下午4点20，11点50到下午，对。但他交代的时间是12点到下午4点20，他去打猎了。如果是我没有必要这么早就把首领杀死，我也没有办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羊带走，我也不知道带去哪儿。你是误杀，我为什么误杀他？来玩。我要有地儿放这个羊，我就不会把它放在首领家了，对不对？我把这个羊抱去放哪儿？大白天的。哇，你这番话说的好诚恳。我个人觉得，从陈的逻辑上来讲，他就算要留着这个羊，至少是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杀人凶手吧。所以他也会做一些设置。对呀。你怀疑谁啊？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是金，我就一直觉得他的动机是最充分的。而且至始至终，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想当首领。他实际上只需要在12点半收到审讯通知这个事情上撒一个谎，证明他的杀机是在12点半以后才有。他12点半不需要去第2次，把他杀掉之后，把门关上，在房间里面思考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关上门之后，大家就不会进去打扰首领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完成所有事情，然后再从窗子翻出去，然后呢再回家精心的制作一份假的这个岩石机关的说明书，再找机会塞到他的包里。他说的那一切就是在11点50到12点40之间，这是我从他的角度考虑的。勋呢也有可能，勋的做法是11点50之前杀掉了人之后，他就跑出来，发现这个定位器信号越来越小了，因为这个羊在跑，他就来不及关门，他就跑出去了，去找这个定位器到底在哪。这是从勋的可能，我的可能是11点1刻，我被他撅出去之后，我非常愤怒，而且我在他屋里看到了那个东西，我用这个砸他。于是11点40，我到了他的房间，把他砸倒之后，我就翻了一下，没有找到那根棍儿，我就跑了，但是我没关门。如果没有新的意见，你就自求多福吧。投票吧。投票吧，加油！好。开门！现在我目前怀疑的人只有2个人，一个是何昭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金理。如果金理这些话都是真的的话，那就可能是何昭妹，因为首先她不在乎门开还是不开，因为她见识过动感光棍的力量，其实她就是想要这个力量，然后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制度啊，所以我就觉得她很迫切的想要找到这个动感光棍。如果金理说的都是假的的话，那她也玩得太好了。嫁祸到无厘头这儿，我觉得她玩法很激进啊，第一次玩能玩得这么好。对他吧。我觉得辛苦了是我第一个排除的，因为他就是没有必要杀人嘛，他主要就是找盲盒，然后羊他也不可能放了，如果羊是他放的话，也肯定已经开膛破肚把那个盲盒给拿出来了，所以应该不是辛苦了。那现在嫌疑比较大的是陈店店和无厘头。陈店店一直在又高又密的篱笆外面看他有没有进过屋子呢，他也有可能是进屋子的，所以我主要比较怀疑的就是这2个人。好吧，挨着投吧。是不是啊？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了凶手作案的时间一定是11点40到11点50。那首先我知道我不是。昭妹她最重要的是
他要拿到那个神奇的光棍儿，他不可能说没有找到这个棍儿他就走了。那我觉得剩下的这3个人，我觉得都有可能。在这3个人里面，我更加怀疑的人是谁呢？是不是你啊？到底？我今天在2个人之间反复的犹豫过。第一个是金理，因为呢，我确实觉得他可能运用了一个不常见的玩法，就是先认一部分，然后呢就会撇清自己后面的嫌疑。那么第2个人呢就是勋，勋呢是最后一个到我们首领的房间的。那么每个人其实去了之后都是要一些东西，或者是跟首长进行谈判。那从现场的这个感觉来看呢，也非常像是没谈拢，然后呢情绪失控，激情杀人。还能有什么问题？一定就是你。来投票。我先排除了2个人啊，一个是无厘头，因为无厘头他要的其实是找到这只羊的下落，他的重点其实不在于杀人。那么还排除了一个陈店店，陈店店就算想要把羊留下来，他为了这个去杀掉首领，本来就已经有点牵强。而杀完人之后大剌剌的不做任何的掩饰，就把门这么敞着跑去找羊，我觉得也稍微有一点点不合理。所以呢，我会把重点集中在经理跟勋苦了的身上。那么经理呢，他其实去的时候，他是知道他姐姐的事情败露了，然后他也有问题，而且他可能就算生的女儿再多，他也可能当不上首领了，所以他不做任何准备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另外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杀人用的凶器是我们部落的图腾，这是我们每次见面都要用180度这样鞠躬，非常尊敬的一样东西。我觉得会随手拿来做凶器的，应该不是我们自己人吧。所以通过这些判断，我猜测凶手就是勋苦了。M 星人，你太坏了。先来个手铐。目前来说比较锁定的3个人是陈店店、勋苦了，还有经理。我先说勋苦了，基于他之前的一些判断，他不太可能有一个作案的理由和一个动机。然后经理的话，如果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完成这个逻辑的话，那他就要撒2个谎，就是首先那个门关没关，还有第2点就是12点半再收到的那一个通知书。所以其实基于一个撒谎的可能性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把经理先排除掉。如果是的话，金老师玩的也太好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陈店店，然后陈店店他的动机核心需求就是因为他很爱我们的经理，用猎物来套住经理的心。他想要把羊偷掉的话，先把我们的真首领杀掉，然后再去偷羊。又因为他在作案的时候可能惊吓到了羊，羊会频繁的动，然后又在他击杀完以后，发现绳子不响了，这个时候他就会很匆忙的跑出门外去，想要去找回那只羊。基于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就会不关那个门。所以聊完的话，那或者就陈店店吧。希望投对。哎呀，我的天哪！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他只在乎他那个重启的那个盲盒啊，他为什么要杀人呢？我这现在真是没想明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杀了这个人就能找到盲盒，他没有这个迫切性。盒是为了找回那根棍子，同样也是。这根棍子他想拿回来，他有很多办法，而且他为什么非要在今天杀这个人？也没有迫切性。陈和吴都是知道晚上8点这个首领要杀这只羊，所以他俩如果为了救这只羊，陈救这只羊是为了养更多的羊，保住自己的爱情；吴救这只羊是为了羊肚子里有这个盲盒，他要让盲盒彻底的坏掉，然后留在地球上过他想过的生活。
而且吴又不是那个特别想当首领的那种人，所以他为了保住盲盒，但那时候杨跑了呀，杨不见了呀，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他应该首先先去找杨才对，所以感觉吴也不太像，陈也不太像，就剩下一个金，因为金只有2种可能，要么说谎，要么是为了陷害别人，而且就是关门和不关门这个说法，如果经理说的是对的，他去的时候12点32分，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前一个凶手杀完了人之后，完全不在乎被别人发现，开着门就走了。谁会做这样的事儿？我也是一个有隐藏技能的侦探，为了推动我们这个原始部落的音乐文化的发展，我开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很快音乐就会在这片土地上盎然兴起，带给人们更多惊人的愉悦享受。哈哈哈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祥预感，不祥的预感，不祥的预感，不祥的预感，让我不祥的预感。停，冷静。请宣布明星角色扮演推理游戏《明星大侦探》第6季，神奇的部落主，究竟谁是杀死部落首领真首领的凶手呢？现在公开投票结果。首先公开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这是一个迷之自信的团队。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是何周妹，只有她一人嫌疑解除。会有人这么清白啊？如果是你，我今天如果是我怎么可能1票都没有？如果是你今天又回来了，就回到起点，还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看着那。你给我站好。接下来公开获得1票的玩家，他就是就陈垫垫吧。希望投对。陈垫垫。哎，没有我吗？哒滴哒滴。你投的我啊？哒滴。你说话算数啊你！精。剩下的3位玩家当中，究竟谁获得的票数更多？我的天呀！首先宣布经理的票数，他的票数是陈垫垫和无厘头，他们都要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活下去，所以他们不可能杀了人以后敞着门就走了。是不是经理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谎？给他吧。 2票，不会是我进去了吧？接下来公布无厘头和辛苦了的票数。票数是这一案的凶手就是辛苦了 M 星人，你太坏了。 我更加怀疑的人是不是你呢？到底？所以我觉得按照时间线的话，勋是最有可能的。今天我这一票就投给辛苦了。好吧，还是投吧。平票。平票。哈？ 这怎么办？那咋算呀？请2位侦探在2位玩家当中共同决定一位，关进笼子。你第一票投的是谁？我们俩，第一票分别给了他俩。第2票呢？我第2票。小声告诉我。你看着啊，就你们俩还想当侦探，就你们俩，就外
外星人都急了，就你俩。你们俩商量一下，严肃啊！每个人最后辩解一句。我呢，主要是要找我的盲盒。我杀不杀人，找不找羊都没有用，对我来说没有意义。而且他根本不知道盲盒在羊肚子。对。你，我真的只想找羊，我也不想当官儿。只想找羊，但是羊会被杀哦，到8点。不会呀，不见了呀，他现在没了。羊会被杀，你杀了人以后，羊才没的。我哪知道他有没有呀？来吧。怎么样？我觉得，怎么也得挽回点唯彩吧。我们投5。我就来一次进去一次，你们就数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你了。我来一次进来一次，真的，一共就来2回，又是我。太棒了，完美。侦探说让你进去就进去。被指控的无厘头，真的是杀人凶手吗？太难了吧？有希望，有希望，咱们这坚定细心。他没有动机，我就不信他为了杀叛徒。现在我宣布，各位检举。成功！成功！成功！哇，那么厉害吗？是谁选的我呀？我投了。我也投。我有没有可能因为帮无厘头做了这个装置，反而导致我自己没有怀疑过他，反而有可能他是真的凶手？砸死首领的那个凶器是我们族里的圣物，一般人怎么会用祖先的牌坊来杀人呢？那可是自己的老祖宗啊，就有可能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而且我有可能帮无厘头做了双重不在场证明，这招反而让他就是今天在场上非常的淡定，因为焦点从头到尾都不在他身上，而且我自己引火烧身。我自己知道我威胁他，所以我反而先入为主的认定了他不是凶手，结果他有可能就是凶手。你也有对不对？你也投对了，你好棒啊！毛领导，你搞咩呢？你玩的好好啊！你玩的真好，差一点。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有撒谎的地方。你在哪撒谎了？我在10点半的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要把位置让给我，我就很开心。但是呢，我也看到了羊，我也确实跟他争论过这个羊不要杀，他不同意。然后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间，我就纠结了很久，因为他对我也很好。最后呢，我在11点50的时候，我还是回去了，我就用那个大白象砸了他的头。砸完之后，我是故意没关门的，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我不关门的话，我巴不得越早他的这个死被别人发现越好，这样大家就会知道要传给我。然后我也根本就觉得羊不重要了，因为他找不到更好。如果找到的话，大家也会把羊领回来给这个首领，那也就还是给我。哦，所以那个胖子最后把羊带回来，我还奇怪他没交给侦探，而是说交给现任首领。吴首领，我要亲手交给吴首领。啊，我的。相信当时这个部落的道德水准。对。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是在无厘头的屋顶上那一个文件夹里面。从今天起，这个部落就是我的了。MVP，我气死了！金靖今天玩的好棒，请送上金条。金叶有1根，萨萨有1根，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得过。但欣欣真的玩的太好了。
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的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跟随灵魂找到你，一起上 Soul 玩推理。感谢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打开百事，助攻破案。感谢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明星侦探斗才智，游戏就玩神武寺。感谢快乐社交网游神武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一口丝滑拿铁，谜团轻松破解。感谢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理清来龙去脉，博士无处不在。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看明星大侦探玩百变大侦探，感谢社交推理2部的百变大侦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对抗牙龈红肿不敏感牙齿，感谢舒适达红蓝管牙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暖暖39感冒灵破案推理不能停，感谢39感冒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口喉健康，信赖3金细化妆，感谢3金细化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夸克搜一搜，真相搜，感谢年轻人都在用的夸克智能搜索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哎，您那还有什么？有吗？您那？啊，对，还有。不仅我们 M 星上有先进的科技，在地球上也可以看到有趣的 Soul 广场。Soul APP 有1亿年轻人都在玩，通过语音匹配、视频匹配、群聊派对等有趣好玩的功能，让兴趣相投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下载它，和我一起成为 Soul APP 星球上的居民吧！谢谢。感谢大家跟随我们这一期明星大侦探。其实这一期我们就想告诉大家，文明有它自己的进程，但是文明不应该最后因为自己的疏忽而给自己画上终结的句号。M 星球是一个前车之鉴，我们只有这一颗小小的蓝色星球。希望我们在文明进程中好好保护我们的家园，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坐着飞船到处去找新家。感谢各位，下一期再见。明星大侦探，大白马真相。走了。险些助攻成功，哇，差一点，整的真好，整的真好，我做了个装置，洗清你的嫌疑。吴昕玩的真的很好，太跌宕起伏了。我觉得侵占是肯定不行的，但是要去开发，我可能会找一个更新的星球，就是可以开发的星球，然后就启动。我觉得首先从道德层面上来说，我肯定会谴责这种行为。其实所有文明都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群体，一个文明的存在的确也是对另外一个文明的威胁。我觉得我很难保证说自己不会去侵占别的文明。如果你是被侵占的那个星球，你肯定会说不。但是如果是你是被毁灭的这个星球，其实我觉得你也是无奈之举。虽然这是自然的生存法则，但是这样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就觉得，首先覆盖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残忍。就觉得不管是发展的时间长短，我觉得每一个文明都是值得尊重的。既然有这样的文明，你应该可以在一个可能本来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你通过你的技术手段去覆盖它、改变它，让人类可以移植过去。我觉得这样才是合理。其实呢，在这个案子里留下2枚非常不起眼的，就是小塑料币。它其实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曾经它是 AGM 星球，它曾经繁荣昌盛，但是资源耗尽。于是呢，这个星球就洗牌，重新来过。我们从1万年之后，我们 M 星球有地球，然后这个星球回到了原生态的时候，我想它的这个深意就是人类文明其实从开始到现在也就差不多1万年的时间。1万年，我们的先民肯定没有想到今天地球会发展成这样一个水平。人类可以操控的自然界，越来越让我们觉得太科幻、太神奇。但是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但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平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牺牲许多东西，大家彼此要互相的保持这个科技的平衡和自然的平衡。地球是永远都是还是会有地球的，毁灭的只有人类。无论是在空间的概念和时间的概念里面，其实人都是很渺小的。最后周而复始毁灭的可能是人本身，而这个星球可能永远就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就像一个小小的一个亮点，它可能闪一闪，灭一灭，闪一闪，灭一灭，但是它一直在。我们未来的走向究竟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还是杀鸡取卵，何则而语？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提出的一个疑问，所以今天更应该引起我们这些当代人的反思和警醒。所以我们只有这一颗星球，其实未来无论你在茫茫宇宙中寻找1万年也好，2万年也好，你真正最应该珍惜的是脚下这颗星球。案件讲述一位玩家由于自己家乡的星球资源消耗殆尽，才将他派到地球。该事件告诉我们，一定要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盲目进行经济建设，不要等到地球向我们发出警告才开始重视，待到那时候我们只能望尘莫及。应该了解一些生活当中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方式，比如生活垃圾污染就是由于每个人的积累造成的。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如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对垃圾进行严格的分类，购物使用环保袋，垃圾回收利用等。应该要言传身教，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影响他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面对环境问题这个事关人类存亡的事件，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让步，只有保护好环境，我们的文明才能得以延续。目前我国在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等法律中，都对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做出了相关的鼓励政策。国家出台限塑令，是顺应全球环境保护、减少白色污染的一个非常好的政府决策。除此之外，充电汽车的出现，既满足了人们的出行要求，又能杜绝对环境的污染。正是有了这些环保政策和环保行业的出现，一方面让我们减少了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另一方面又能对环境保护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第一个方面，利用课堂的教育渗透环保意识，环境每时每刻都在无声无息的教育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人。第二，开展主题活动，加深环保意识，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学生服务他人的意识和培养保护绿色、爱我校园的情感，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环保的乐趣。第三点，结合家庭的社区，强化环保意识。环境教育不是一个孤立的板块，它既融于课堂教学中，又融于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中，它还与家庭的熏陶、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保护环境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我们现在保护地球的资源，也是为了未来的文明传承。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凤凰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感谢特别合作智行、达达快送、有道词典、一代驾、映客、好看视频、WiFi 万能钥匙、闪萌、搜狗输入法。网媒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